最后一组对战。早安，佳木，请来到我的身边。安子哥也是我很早以前就是耳机里播放的那种，我小时候听歌那种，都会在我耳机里放的。断桥记啊，然后茶呀，那很多歌都在我的歌单里。但是现在我说实话，作为后卫来看，前辈你现在有点，我觉得有点恨铁不成钢了。哦，我还是挺高兴的，能碰到安子哥。安子哥是最配跟我打的。咱们快点开工，然后就看看这个铁能不能成钢。我很努力，好好比一起。好的，好好比一起。安子哥。有请中文旋律说唱新标杆，配上代名词佳木。有请说唱听我的2021年度总冠军，说唱巅峰对决2022-2023两届冠军联盟成员，早安！大家好，我是佳木。我其实是这个节目忠实的粉丝，从17年看这个节目开始，我才做这个说唱的。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意义很大。我虽然是第一次站在这个台上，但其实上一届巅峰我是来做的孵化组的实习生。各位前辈或者是我的同辈们啊，我觉得我们来这个舞台，来这个比赛，肯定是想拿点东西走的。反正我是来拿东西的，安子哥，我今天一定会从你身上拿点东西走。你之前是孵化组的，可能看着我哪件衣服吧。没事，有什么喜欢的尽管来拿。OK， 我觉得那个链子还不错，我觉得。其实我家里太多了，你喜欢的话送你。很期待他们 Round 2可以合体，一会儿20分钟之后，你跟2万坐一块儿去。佳木，你如果够努力，能留到下一期的话，你甚至能看到我俩同台。OK。哦，早上脑子转得好快啊！没有一句废话，我只能说，都是有备而来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 PK 吧。欢迎来到佳木2026无锡巡演站。佳木当年我们在上巅峰的时候，他是巅峰节目组里边的一个成员。后来佳木去了说唱梦工厂，成为了我和盖哥的学员。在这2年当中，你会看到很多排行榜上面都有他的热单。我希望佳木能够让更多人听到。17年是我的启蒙。是因为17年这个节目，然后我才开始了解说唱。接触完之后，然后喜欢上了嘛。19年开始尝试，做了一些那种随便录的 demo， 然后21年开始买设备，然后开始做那种成品音乐，但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和进步的空间。23年那个时候来的巅峰实习，我一直想来，然后当时他们就缺人，然后问我要不要来干活，然后能看舞台，机会也难得嘛，然后就去了。我的活只是那种打下手的，就是熨舞者老师的衣服。早期基本上每个舞台我都会去看一会儿。当这个大舞美砸到我脸上的时候，有点不知所措，我没见过那个场景，还是挺震撼的，也是更加坚定我热爱说唱这个东西。所以这次我终于可以从幕后走到台前，跟你们同台竞技了，让你们好好看看孵化组的实习生能不能当 rapper。东边为我守
走以后，起风跳雨瞬间。明日我若走以后，东边为我升太阳。明日我若走以后，起风跳雨瞬间。明日我若走以后，不着已经不幻想。明日我若走以后，江河与晚山连。我们一起拖第3个年头，忙熬到春夏秋冬迎接新年。无论是天灾人祸，早些年求你下手轻一点。我们家里身体都不太好，父母妻儿女不爱笑，一直每天穿着巍巍如北朝天，今天更拼命。北纬血汗能够交换明亮阳和电与娘，北纬受伤的剑能抵御饥寒，可看面与花。起早贪黑，却最终送走白发黑发人。为我祈祷，我将出征挽救我所爱的家。不是为他出征，也为了这个家。我的妻子走了飞上丢了爱的痛，你答应我的话，把它写进噩梦里，不要坚强的活下去。我的所有期待成为了这份家书，会等待天雨照样成体，哪怕化作星空点缀记爱。太阳会照常升起。走以后，东边为我升太阳。明日我若走以后，起风跳雨瞬间。明日我若走以后，不着已经不幻想。明日我若走以后，江河与晚山连。我还牵着他们得还，他们知道是我欠的分也慢，已经记不清了到底几个年头数不清了债，叠了几代人的缅怀。我是迫不得已奋起反抗，碌碌不归的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骄傲。我不在意我的处境是进是退，是否能站得住，留下迈出的步子。我的目的地再次被拥抱，回到家留给孩子们了该说的故事。我不倾听命轨的拼命活，我不信天不定和命磨合。我的真诚可能刚开始，历史可能为我放开心。如果金币如此剔透，爱人为我刺伤刺绣，仿佛钉住手心手被泪湿透，不念思旧。我走不息，求天求地求风，求他人庇佑。明日若是我走以后，明日若是我走以后，明日我若走以后，东边为我升太阳。明日我若走以后，起风跳雨瞬间。明日我若走以后，不着已经不幻想。明日我若走以后，江河与晚山连。明日我若走以后，明日我若走以后，谢谢佳木，谢谢。谢谢。我想象不到早安怎么会赢，真的有点强，真的有点强。早安老师把麒麟再唱一遍。你总决赛吗，哥们儿？加油，安子哥！唢呐，我第一次来嘛，我有点大招啊。唢呐的创始人碰上了唢呐，太会唱了。刚刚那首歌感觉抽离出去一会儿，天赋型选手羡慕。你要是像会说唱的阿宝。佳木确实有点惊讶到我，而且他那舞美，感觉他像一个种地的。我那个唢呐一出来，我直接醒了。他加入了一些国风的东西，不局限在说唱这一块，他能做出一些更棒的东西。他的好处就是，他不是上来唱爆单的，他首首都是爆单。对啊，
你绝对听过他的歌，你只要刷抖音就我听过，这个吓到我了，太辽阔了。他这样的招还很多，是吗？他歌太多了。我之前不管是在耳机里还是在佳木巡演现场听的任何一遍，都不及今天在现场听的这一遍的1/10的感觉。我觉得今天他的状态太好了，这首家书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。佳木在原来的基础上 remix 一下，形成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。这个秀让大家会留下记忆点的东西，替佳木开心。他演完之后好长，在10分钟到15分钟，我都在想他那个旋律。这首歌就很中国，我觉得听到了陕西陕北那边的一个民歌调子，我感觉。我看完佳木，哇，这个人嗓子里面有故事，有画面，好听的不行，假声处理的也特别好。我会觉得以这个唱功来说，如果佳木最终没有是演唱会级别的歌手，都对不起他的天赋，是市场对不起他的天赋。松弛，你有没有听到他的吹唢呐？你让我松弛。哎呀，这早安不好弄啊。我的歌想真诚的和看了这么多年节目的人们对一次话。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，我们都是朋友，一起走了挺久的路了，偶尔可以回头看一下。我是酷星说唱，今天是4月20，我刚接到通知，他们问我要不要来给你过生日。已经过了10天截止，10天就要录制，我不知道能准备什么，我的表达是否真实。我们有过快乐，也有过争执，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。Paper 帮我敲了 beat， 他本来是个扣台 B，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，a little bit low like me。当然，抱歉，我穿的不够正式，太临时了，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。不过实话实说，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。如果这真的是巅峰，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。Anyway，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，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。我最爱的是雾都，他教会我很多，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。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，5年了，付出。你见证了我的成长，我的势头根本就拉不住，托你的福，我这几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。有你才有产业链，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，也感谢自己搏一搏，我不想再骑破单车。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，你有没有 punch line？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，洗牌土哥们儿，那年到处都是。你喜欢 freestyle 吗？真的挺虎哥们儿，行业在温水煮哥们儿，我在身边数哥们儿。综艺 rapper， 他们是空气 rapper， 去外面看看，他们并没有那么中意 rapper，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， 去当工具 rapper，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。我解释我们不是这样的，你说不，我们就是这样的，我们觉得酷，我们想复制这样的。我又解释我们只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，你又会唱，我学的最像，我们的路是这样的。Man shut up。树碧雨牵着我的手，味道过的风景最动听。有树碧雨牵着我的手，味道过的风景最动听。我的幻想延续颁奖典礼，我让幻想延续，我开始颁奖，在典礼我开始挣到钱了，在该挣到钱的年纪，但我喜欢的还是便宜，我也不懂是什么原理。Middle child， 你我都是 middle child 了，责任有在变多，有时没有那么快乐。我现在听到 so no， 在第一反应是 oh no， 我甚至能听到我备忘录里的歌词在求救，我没有那么快乐，快乐。后来南京打球了，我还挺快乐，现场没放 middle child， 我本来挺期待的，身边的小朋友不认识他，他也不在这时代了。我理解想把我拉下来，在这个圈子里，我也有想拉下来的人，他们都不在这个圈子里。靠一场比赛证明自己，我不再这么劝自己。我还是我，你也还是你，可
我怀念的金子洒下来的瞬间，我怀念的唱着炎热短暂的夏天，我怀念的毛线帽，怀念纯银色的紧身衣。每次当你能看到我的时候，我都挺珍惜。我们钱都撒在这里，机会就像扔了 dice。现在面对更大的蛋糕，我都会想 take a bite。太久没见，话太多了，不是故意 kill the vibe。Surprise。I woke up this morning。我的快乐想和你说，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。你的快乐不和我说，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。我的困扰想和你说，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。你的困扰不和我说，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。今年不仅是新说唱的10周年，也是 Round 2的第10周年，正好来给新说唱过一个生日，也给 Round 2过一个生日。这片星空也算是 Round 2的海。就那一瞬间，我真的是感觉我不在一个录制现场，有一个巨大的灯球，它闪烁出来的颜色跟大海是一样，然后没有评审团，没有说唱好友，也没有观众，甚至连早安都不见。我感觉整个人被早安拖进了一片海里，然后那片海里在讲述着这个故事。这个也很强啊，怎么办呢？哦，最后那招太抓，爆！Surprise！ 我觉得早安这首歌比他的麒麟更厉害。早安他唱得很清楚，他纯靠语言支撑起来了整片舞台的时候，来了个 surprise， 你真的在那个环境里面说是没有办法不震撼的。早安其实那个东西是很难的，这种东西是你人物必须沉浸在那个人物里，你表达的东西，你想说的东西，你的情绪得在里面，要不然它就是像大白话。而且他就是很密集的这种说唱，这种对于说唱歌手他的对这个歌的熟练度，或者说他的心理，其实是有一定的要求的。我觉得早安的舞台让我非常的惊艳，他结合了他自己本身另外一个优势，就是他话剧的表演嘛，最后感性释放的那一下，让这一个空白跟观众融为了一体，我觉得这个反而震撼更大。亚木唱完，我以为结束了。对啊，这太难选了。够了，苏运都够了。接下来有请佳木来到舞台中心，巅峰财团，拿起你手中的投票器，20秒钟，计时开始。这有点难投啊，我说实话。把票投给的是佳木老师，我发现他的歌特别新颖，他的每一句词都写得非常的诚恳。我觉得佳木的这个曲风是特别对味的，他这个唱腔也是特别独特的，他是特别宏大的，是值得我们去弘扬的。我感觉这两组是不分伯仲的，但是佳木现在他快结尾之后那一段唢呐出来，融合了中国传统乐器的话，我会觉得这是我想在说唱巅峰对决想看到的舞台。
把票投给了我们的早安同学，因为他在吹那个10年生日蜡烛的时候，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从之前就一直追的这些老粉来说的话，就是中文说唱这10年变化挺大的。加上歌词去体验的话，你的沉浸感会更深一些。早安拿出了一首极其走心的歌曲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“我也想唱炎热短暂的夏天”，然后就把思绪拉回了22年，那个时候还在上高中的时候，然后那样一段短暂且难忘的回忆。早安老师，他把一些 rapper 现在会面对的这种是非议论、一些词条，就是写到歌里面，以这样一个 surprise 的方式，然后去呈现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，或者说网络现在舆论的现象，然后又给巅峰算是一个庆生嘛，10周年的生日，我觉得这个立意特别棒。投票结束。我刚刚还在想说，目前我还想不到早安哥怎么赢，结果小安哥就拿出来这样一个作品，告诉我，我就这么放在你面前，你怎么选吧？那我就选吧。对，我投给了早安哥，但是我觉得这2个舞台都是一个很好的舞台，而且我真的做不出来选择。刚才佳木唱完，我看早安的反应，我以为早安真的是觉得，哇，我没有办法去比了。谢老板，那是真实的反应，你听到那个没有办法。对，所以说我看到你真实的反应，我会觉得，哦，这个可能无解了，可能我会投佳木了。但是你唱完之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投，所以说他投的你，我投的佳木。早安这首歌，因为它是很散的 flow， 就是在这个说唱里面，比如说 Eminem 早期有一些歌呀，然后后面有一些很多 rapper 都有类似这样的歌，就是它像说话一样的歌，它本身涉及到一个念台词的功底。就我认为最好的 rap 就像说话一样。就那一刻，我们俩同时想到了 Stan， 对，就是那个感觉，就让我们进入了那个 Eminem 最好的 flow 里。哎，给我整不会了，嘿！中国说唱扮猪吃老虎第一人。早安，我们在天字有一个对话，我希望你不要再比唱得快了，我希望你能唱你自己，唱柔软的东西。没想到2年以后我就在这儿听见了，太好了，特别满意这个舞台。我觉得佳木是这样，你的音乐让我看到了很多的可能性。在我看，其实如果让我提一个小建议的话，就是你的音乐可以更大胆，不要拘泥在 hip hop 的范围里。我是觉得，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些 hip hop 的东西内化掉，因为我一直认为 hip hop 是个文化。它背后，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街舞有涂鸦，在你的音乐后面，我可能想的是一个 urban 的街舞，这种东西其实你的音乐可以为其他 hip hop 文化提供养分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。我觉得从去年开始，中国的说唱有了很多属于我们自己的题材也好、方式也好、文化的融合也好，越来越成熟了。中国的文化是一个特别大的宝库，如果我们去挖掘它的话，可能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有非常优秀的作品出现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是很强的，尤其是我今天听到你的这个音乐，希望你继续努力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我们的说唱好友 Melo， 你刚才是怎么说佳木的？就是我觉得佳木的每一句歌词、每一个旋律，它真的像一个勤恳的农民，他就那么着实的把那个锄头砍进了地里，然后我就是那片土地，我能感觉到他每一句词就是深深的刻在我的内心里，刻在我的肋骨这儿。哦，谬赞，快给我安子哥来2句，快。松弛 ，OK 的。你听见人家有锄头有土地的，你就来吧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看最终票数的情况了。各位，请看大屏幕。我演完之后，我觉得稳赢了应该，结果他唱了一个饲养波青青的作品，我觉得是目前在我心中可能能排到这个所有巅峰舞台 Top 3里面，感觉高兴早了。我把我想表达的、我想送的祝福我已经都做到了，没有什么遗憾。各位，请看大屏幕。让我们
么恭喜佳木要把早安的链子拿走了。有请佳木去到巅峰区。这把还是险胜吧，但是自己还是很开心的。我能从默默无闻的打工仔，然后变成巅峰区的 rapper， 是对我自己挺大的鼓励，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。同时，我们的早安来到了攀登区。我真觉得很接近了，没事，没输。第一轮的歌我真的不觉得能赢谁，但我自己很喜欢我的歌，能唱我就很开心了。我觉得我兄弟已经演得非常好了，就只是差几票而已。但是在我这儿，我兄弟就是赢了。但是我们现在都进到攀登区了，后边合体就更难了。